德黑兰政变到底是真是假？前段时间，沙特评论员战争研究所以及以色列媒体报道，伊朗革命卫队搞了一出静默政变，直接把自家的总统、议长和外长通通关进了小黑屋。这场堪比好莱坞大片的德黑兰政变，到底是确有其事，还是媒体的捕风捉影？另一边，德国也站起来了，要分3个阶段打造欧洲最强军队，还要找法国共享核武器。这是2战之后欧洲最疯狂的一次洗牌。那么德国扩军到底是真材实料，还只是画大饼？欧洲最强这4个字，德国到底能不能接住？2026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发动的定点清除与大规模空袭，直接带走了前最高领袖老哈梅内伊，顺带还把前革命卫队总司令帕克普尔给送走了。这一下，伊朗政坛遭遇地震，整个国家瞬间陷入了权力真空。为了保证稳定，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接任伊朗最高领袖，但这哥们的运气不太好，据说在那场空袭中身受重伤，没法出来主持大局。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在公开场合露过面。这时候，革命卫队以保护新领袖绝对安全为由，直接把穆杰塔巴给隔离起来。说好听点叫全方位安保隔离，说难听点，这就是高级软禁。任何人想见新领袖，都得过革命卫队这一关。文官政府和最高领袖之间的联系被彻底物理切断。这个时候必须得有个狠人出来镇场子。这场政变大戏的男1号，前国防部长、前内政部长、昔日圣城旅的首任指挥官艾哈迈德·瓦西迪闪亮登场。瓦西迪火速接替了革命卫队总司令的位子。有报道称，作为绝对强硬派的代表人物，瓦西迪上台第一件事就迅速拉拢了一帮高级军官，组建了一个名为军事委员会的权力核心，借着美伊战争这个千载难逢的战时状态，全面接管了国家安全、经济命脉以及对外谈判的大权。这就是所谓的事实上的接管。既然瓦西迪和他的军事委员会接管了全局，那原来管事的文官系统怎么办？答案很简单，靠边站，不听话就物理消失。作为温和派和改革派代表的总统马苏德·佩泽西奇扬一开始还想挣扎一下，试图行使一下总统的权力，看情报部门群龙无首，想任命一个新的情报部长。结果呢，任命报告刚递上去就被拍了回来，直接一票否决。瓦西迪给出的理由是，现在是战时状态，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所有关键职位的任命必须也只能由革命卫队独家决定。这还不算完，在人事权和内政大权被彻底剥夺之后，革命卫队又把目光盯上了外交领域。从3月底到4月，美伊战争的停火谈判正处在关键期。外长阿拉格齐和议长卡利巴夫本来是主导与美国和谈的外交主力，他们试图通过一些妥协和让步来换取美国解除制裁，缓解国内快要崩溃的经济。但在瓦西迪看来，妥协让步这就是卖国。革命卫队对这种外交路线极其不满，一怒之下直接把对美谈判大权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决策权全部抢了过来。4月21日到22日左右，事情发展到了最高潮。沙特的高级情报消息人士、战争研究所等权威智库爆料，为了彻底锁死温和派想妥协的退路，革命卫队将总统佩泽西奇扬、外长阿拉格齐以及议长卡利巴夫给保护性软禁了。德黑兰高层被集体软禁的瓜越吃越大，特朗普都忍不住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嘲讽。伊朗内部严重分裂，被特朗普踢脸输出，德黑兰坐不住了，为了挽回颜面，证明自己一切正常。4月23日晚上，被传软禁的总统佩泽西奇扬、疑似出局的议长卡利巴夫，外加一个司法总监艾杰伊，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高度一致的信息：在伊朗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强硬派或温和派，我们都是伊朗人，都是革命者。这文案写得太官方，太僵硬了。就在这份声明发出前后，以色列12频道报道，由于革命卫队的强硬介入，议长卡利巴夫已经从美国谈判团队中正式辞职，或者说被解职。就以上情况来看，德黑兰政变这事儿的确不假。革命卫队利用哈梅内伊遇刺后的混乱，通过组建军事委员会，已经对伊朗完成了实质性的接管。不过软禁这事儿说不准。根据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不仅带队访问巴基斯坦，还抵达阿曼，或许接下来还有下一步的动作。至于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官方否认了卡利巴夫辞职的相关传闻，强调这是顶层决策，卡利巴夫拥有完全授权。以上这2个人不像外界所说的那样被革命卫队控制。如果在谈判中能看到这2个人的身影，可能政变只是传闻，当然也不排除倒戈的可能。火力军猜测政变大概率只是媒体的猜测，但伊朗内部的分裂的确存在，这点我们之前也聊过。伊朗朝令夕改的情况不是一次了，媒体的报道只是加大了这一点。至于美伊谈判，火力军依旧看不到成功的可能。佩泽西奇扬表态说，伊朗不会在压力、封锁和威胁下进行谈判。伊朗国防部则表示，自己留存了大部分导弹能力。言外之意是什么？相信大家都看得出来。
对于这一点，以色列也明白已经放话了，无论是防御还是进攻，以色列都已经完全准备就绪，就等美国开绿灯了。只是美伊真的会再打起来吗？为了给濒临破裂的谈判续命，特朗普延长美伊停火协议，但以色列已经按捺不住动手的冲动了。4月23日，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莱尔·卡茨明确表示，以色列已完全准备就绪，伊朗境内的所有高价值目标已经被彻底锁定，以色列全军上下都在等美国的绿灯。按照卡茨的说法，这次的首要目的就是彻底铲除哈梅内伊王朝的根基，通过精确制导武器和无差别的轰炸，摧毁伊朗关键的能源设施、电力网络，彻底瓦解伊朗的国家经济基础设施，要把伊朗打回黑暗时代和石器时代。这可不是什么口头威胁，以色列是真有这个执行力的。面对一个文官系统瘫痪、经济摇摇欲坠的伊朗，以色列认为现在就是趁你病要你命的最佳时机。只要特朗普那边点个头，德黑兰就会战火再起。面对以色列打回石器时代的威胁以及美军的强力封锁，伊朗的日子也并不好过。战争机器的运转需要海量的真金白银，而现在伊朗的经济基本只剩下一口气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伊朗选择绑架全世界。欧盟组织最新公布的卫星图像揭示了一个动态，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中心区域出现了大量伊朗革命卫队的快艇。这些快艇在海面上高速穿插撤离，屁股后面拖着长长的不规则行动轨迹，目的是什么？一眼就能看出来，布雷。在美军的大型舰艇以及航母战斗群的封锁下，伊朗的海军主力根本不敢出港，一出港就会被当成活靶子。于是他们就派出了这些造价低廉、目标极小、速度极快的武装快艇，趁着夜色或者混乱，跑到海峡的关键航道里撒放水雷。这招虽然阴险，但极其有效。水雷这东西造价几千美金，但一旦炸沉一艘几十万吨的超级油轮，那引起的连锁反应可是毁灭性的。伊朗的算盘就是大家都别活了，我在霍尔木兹海峡里撒满水雷，看哪国的商船还敢从这里走。到时候全世界都要逼美国赶紧跟伊朗签停火协议。结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另一边，欧洲也传来新消息，德国要打造最强军队。这一点我们之前也聊过，但现在最新消息来了。4月份，德林放出了一颗核弹。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正式对外公布了德国全新的国家军事战略，核心思想就一句话：武装了，摊牌了。德国要在2039年之前摆脱对美国的过度依赖，把德国联邦国防军打造成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按照皮部长公布的蓝图，这次德国防卫军的扩充 KPI 和时间表都安排得明明白白，一共分3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短期补漏，在2029年之前弥补当前的军力短板，提升战备状态，先把弹药库填满，要求德军能在极短时间内投入高强度的实战，并维持住作战的巨大消耗。接着是第2阶段，中期扩编，等枪炮都备齐，新型武器系统入役，德国就要开始大规模的兵员扩充，全面提升陆海空太空还有网络维度的联合作战能力，时间一直持续到2035年。最后是第3阶段，长期技术碾压。前2个阶段是堆数量，那到了2039年就是降维打击了，大量引入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工具，什么无人机蜂群、AI 指挥系统、无人作战载具，通通安排上，要把德军彻底转型为一支技术先进型军队，确立在欧洲的绝对技术优势。说到这里，火力军就不得不提一句，2022年的乌军在欧洲眼里就是泥腿子，需要欧洲的教官手把手教他们怎么开美欧坦克。但2026年的今天，情况彻底逆转了。前段时间，乌克兰的基层军官和教官组团跑到了柏林，去给德国陆军当起了教练。言归正传，德国以上这些战略看着很强，实现起来还是有点难的。比如人员配置，按照最新战略规划，德国要再扩充至46万人。目前德国现役士兵满打满算也就18.5万人，现在把战备兵力扩充2倍半，这步子迈得相当之大。当然，这46万人并不是全部在军营里蹲着，其中26万人是现役部队，剩下的20万是预备役人员，这也是战略里的一大亮点。在以前的德军里，预备役基本上就是备胎中的备胎，平时没人管，战时拉不上。这次不一样了，这20万预备役史诗级加强，将与现役部队享有同等地位，不再是边缘的补充力量，而是欧洲潜在冲突中后勤与防御的支柱。这就意味着，一旦与俄罗斯爆发高强度战争，这26万现役加上20万预备役能做到无缝衔接，这就是德国打造最强的底气。不过德国自己也知道军队里的官僚体制有多吓人，买个螺丝钉能批上3个月，所以这次新战略还宣布了一揽子改革措施，要用 AI 技术来优化人事和指挥结构，精简官僚机构，允许关键岗位和热门岗位的人员超编。说通俗点，就是把那些文职老油条给优化掉。除了人，更核心的当然是武器。这次在装备理念上，德军彻底脱胎换骨，防空体系被提到了绝对优先的地位。看着乌俄战场上几千美元的廉价无人机，报废量几百万的主战坦克，德军悟了，防空搞不好，多少装甲部队都是给人送人头。
于是拦截无人机集群，建设多层防空系统，成了接下来德军烧钱的第一大户。还有就是远程纵深打击能力，德国要发展新型的常规威慑力量，包括精确制导的纵深打击武器，一拳打到俄罗斯的大后方。最后是装备智能化，德军正在彻底摆脱过去那种只看坦克数量的思维，科研基金开始疯狂向无人装备、战场数据链倾斜，太空侦察和网络战更是重中之重。未来战场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以上这些，德国的确有可能实现，它是二战后全欧洲唯一一个没有去重工业化的国家。打仗打的是钱，是后勤，更是工业制造能力。在这方面，德国的底气不小。德国焦点周刊报道，德国现在正陷入经济停滞的泥潭，传统工业衰退，工厂减产，市场情绪极其低迷。尤其是被视为德国国宝的汽车工业，现在正遭遇困境。奔驰公司财报显示，2025年利润暴降49%，直接腰斩。大众汽车更惨，不仅利润减少44%，还计划到2030年之前，光在德国本土就要疯狂裁员5万人。整个德国工业每个月都在以流失1.5万个工作岗位的速度大放血。不过在这个时期，军工业却赚得盆满钵满。于是解决办法来了，把汽车厂变成兵工厂。这不是开玩笑。舍弗勒集团以前是造汽车轴承的，全球有名。现在呢，人家正在生产无人机发动机，生产装甲车系统，生产军用飞机零部件。CEO 罗森菲尔德直接放话，未来集团营收的10%必须来自国防业务。道伊茨公司历史悠久的发动机制造商，以前造拖拉机、造工程车，现在也尝到了军工的甜头。他们正在为沙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提供动力引擎，为各种无人系统和装甲车提供心脏。别人都在裁员，道伊茨去年逆势增长15%。莱茵金属更是嚣张到了极点，直接把手伸向了汽车厂。根据他们的计划，位于柏林和诺伊斯的2家原本生产汽车零部件的工厂，未来将主要生产国防技术产品。虽然名义上叫混合工厂，还能接点汽车订单，实际上这是兵工厂转正。最离谱的还要数 KNDS， 就是造豹二坦克的那个德法合资巨头。他们嫌自己建厂太慢，直接跑去接管了法国列车制造商阿尔斯通，位于德国东部的一家火车制造厂，准备未来在那里疯狂刨冰，生产豹二每周式。看到这一幕，德国政府也很乐意。德国经济与能源部长卡特琳娜表示，欧洲必须具备自卫能力，这也意味着要建立起一个强大、可信赖的安全和国防工业。翻译一下就是，咱们以前靠卖汽车赚钱，靠美国保护，现在不行了。俄罗斯要打过来，那咱们就把二战那套流水线重新转起来，成为真正的欧洲军工厂。未来德国实现以上战略并非不可能。至于这套长达10几年的宏伟战略，在2039年全部落地，德国能不能成为欧洲最强？火力军的答案是在常规军事力量层面绝对能。一旦46万大军集结完毕，装备上最先进的 AI 防空系统、无人机蜂群和高精度打击武器，背靠全速开动的欧洲第一重工业体系，德国陆军和空军在体量和装备质量上将毫无悬念地碾压现在的法国和英国。德国这一波觉醒，除了自己发力，也没忘了拉上隔壁的好兄弟，那就是法国。皮斯托里乌斯在讲话中不仅把俄罗斯定性为欧洲最大威胁，还特别提到了德法联合研制的第6代战机 FCAS。之前有消息称这个项目快分家了，不过看德国的态度，或许现在还分不了。德法现在正以前所未有的强度联合在一起。早在2025年，莫茨就曾公开透露过一个心声：德国想要和法国共享核武器，因为自己的身份，德国不能拥有核武器，只能在北约的框架下蹭美国的核保护伞。但随着美国把重心往印太转移，德国觉得美国可能靠不住了，欧洲得有自己的核威慑。法国手里有核弹，那我德国出钱，你法国出弹，咱们共享核按钮，刚刚好。如果说德国能做到上面这些战略，欧洲最强那就不是说说而已。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画饼容易吃饼难。这支2039年的战争机器看着虽然猛如虎，但背后藏着几个隐患，能不能熬到那一天还真不好说。第一个问题，人从哪儿来？德国现在的生育率有多惨，大家都知道，老龄化极其严重，年轻人大多习惯了喝咖啡，谈环保。你现在突然告诉他们去前线挖战壕，操纵无人机防备俄罗斯。更要命的是，德国目前并没有恢复强制义务兵役制，全靠自愿招募。就目前这18万人都招不满，年年缺编，多出来的几十万人头难道靠 AI 生成吗？如果不恢复义务兵役制，这46万大军很难实现。第二个问题，内耗与选票政治。德国人做事出了名的严谨，采购系统极其低下，买一套设备走流程能走脱一层皮。虽然新战略说要用 AI 砍掉官僚主义，但在错综复杂的利益集团面前， AI 能不能拼得过那些官僚，还真得打个问号。最重要的是，德国是选票执政，把国家的钱拿去造大炮，老百姓能答应多久？现在的军费飙升是因为乌俄战争的威胁，万一过几年战争平息了，或者换了个主张和平与福利的政府上台，
这横跨到2039年的1万亿欧元军改资金还能不能持续兑现？如果中途断供，那这支欧洲最强军队可能就会烂尾。总的来说，德国的这份新战略不是一份普通的国防白皮书。无论德国这46万大军最后能凑齐多少，无论那些汽车厂最后造出了多少辆坦克，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德国这只战争巨兽已经苏醒了。对于俄罗斯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其糟糕的战略范式。入侵乌克兰，本想扩大影响力，缓解自己的困境，结果却逼出了一支全副武装、AI 加持的大军，无疑是自掘坟墓。对于美国来说，看到德国自己掏钱买枪看家，或许会开心，毕竟不用自己花钱保卫欧洲的安全。但是在军火市场上，一旦欧洲马力全开，美国的市场就缩减，最终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谁也说不准。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德国能不能成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打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